这节课呢，我要往下给大家讲一个新的知识点，叫做最值问题。我们先看黑板上的这道题。意思 F1、F2 是这个双曲线的两个交点，点 P 在双曲线上 ，PF1 等于5，让我们求一下 PF2。首先我确定 x 开头 ，x 方开头，这是交点在 x 轴的双曲线。因为我们平时画图呢就比较随意一些，所以未必呢就画渐近线。我们就大致画一下就可以了。F1、F2 是它的左右交点 ，A 方是等于4的 ，B 方是等于6的。在双曲线当中，西老大，西方等于 A 方加 B 方，它是等于10，所以西是等于根号10的。这是左交点 F1， 坐标是负的根号10逗0。这是右交点 F2， 它的坐标是根号10逗0。接下来呢 ，P 在双曲线上 ，PF1 等于5，可是它没有说这个点 P 是在左分支上还是在右分支上。那我们就逐一的看一下。比如说西要是在左分支点 P 在这儿 ，PF1 它是5，那么要求 PF2 呢？当它在左分支第一种情形，它到 F2 的距离长，所以我们就回归定义 PF2 减去 PF1， 它是等于 2a 的 ，a 方等于4，a 就等于2，2a 也等于4。PF1 是5，所以 PF2 它把5移过去就是9。你看，这是西它就是9。那可是题中并没有说它一定是在左分支上如果它在右分支呢，我们还得考虑一下就是那个值不知道它，你看这个里边也有9。所以我们还要考虑一下。第二种情形，如果点 P 在右分支上 ，PF1 比较长 ，PF2 比较短，所以当它在右分支上 ，PF1 减去 PF2， 它也是等于2a 的 ，2a 是4，PF1 呢它是5，把 PF2 移过去。PF2 移到右侧，把4移到左侧，5减4是1，你看我又得到一个值。那有的同学就说，老师这不就选 A 了吗？不一定我求出来2个值，我就一定是选这2个值都要的，我可能要有取舍。那接下来我们怎么考虑一下取舍呢？首先大家看。如果点 P 它要是落在双曲线的右分支，我们探讨一下，由于双曲线是无限延伸的它没有最大值，它只能更大。但是呢，你越朝这儿取值，它越小，它有最小值，也就是 PF2， 最小就是点 P 在顶点处。这是西个单位，这是 a 个单位。此时此刻的 PF2 是西减 a， 它是西减 a， 它等于，只要不在顶点处，在其他的位置，它就大于等于西减 a， 这是它必须满足的条件如果它在右分支上。那么在这道题当中呢，西是根号10西是根号10，西减 a 就等于根号10减 a 方是4，a 就是2，它就等于10减2这是西，这是 a， 它们俩之间的距离是这样的，10减2。那实际上呢 ，PF2
我们看啊 ，Pf1是等于5的 ，Pf2就应该等于啥呢 ？Pf1 减Pf2等于1，我们在这算完了。Pf2是1，你如果落在右分支上 ，Pf2是1。可是呢，如果是根号9，开出来就是3，3减2就等于1。如果是根号10减2，它是大于1的。所以呢，我 Pf2是等于1的，而 Pf2必须要大于等于西减 A。西减 A 就是根号10减2，根号10减2是大于1的，可是我 Pf2现在等于1，我做不到大于1，因此这个1是不可以的 ，Pf2等于1，我们是不能取的，所以只能取9，那么这道题就选 C。好了，我们再做一个求最值的问题。我们一块儿看一看下边的这道题。下边的这道题是点 P 在双曲线上，点 Q 在圆上，点 R 在还给了我2个圆，所以我怎么办呢？赶紧画图。圆C2，它的圆心C2是5逗0，半径叫 R2，它是等于1的。这个是圆C3，C3我也写在这儿啊。圆心C3，它的坐标是-5逗0，R3它是等于1的，所以一个是5逗0等于1，这样一个圆儿，它是C2。一个是-5逗0，-5逗0，这是C3，半径也是1，它们俩的半径是一样的。这个双曲线呢，这是焦点在 x 轴的双曲线 ，a 方等于16，它这是5个单位，半径是1，所以这是-4逗0。这是5个单位，去掉半径1，这是4逗0。a 方等于16，a 就等于4，所以10轴，10半轴的长就是4，所以它们跟双曲线是相切的，是切在4逗0和-4逗0处的，是这样的双曲线。点 R，Q 在 C2 上，这个是 C2，R 在 C3 上 ，R 在这儿，点 P 在哪儿呢？点 P 在双曲线上，在哪个分支它没说，所以呢，它要让我求 PQ 减去 PR， 它的最大值。显然我就要求 PQ 的最大值减去 PR 的最小值。最大值减最小值，那当然差就是最大的。点 P 在双曲线上，点 P 呢，它是这2个圆外的点，圆外的点到圆上的点距离的最大值，我当然要连接 PC3， 并且把它延长，加个半径。点 Q 就在这儿的时候，PQ 就最大。圆外的点和圆上的点的距离的最大值，就是圆外的点和圆心之间的距离加个半径的最大，减个半径的最小。那么 PR 要最小，我当然也要连圆心，减掉一个半径，所以 R 就在这儿的时候 ，PR 到圆上的这个点，它的距离是最小的。
那接下来呢，我再看，我知道 a 方等于16了，我还知道 b 方等于9，在双曲线当中，西老大西方等于 a 方加 b 方16加9 25，所以西是等于5的，所以它恰好是我的左右两个焦点，一个是 F1，一个是 F2。那么 PQ 呢？它不就是等于 PC3，也就是 PF1 加上半径1，减去扩上。PR 呢？它是 PC2，也就是 PF2 减掉半径1，然后我把它展开 ，PF1 加1减去 PF2 减-1加1加1加1，这是加2。那么点 P 在双曲线上，双曲线上的点到两个定点的距离的差回归定义，它是等于常数 2a 的。a 是等于4 ，2a 就是8， 8加2，所以最后的结果应该等于10，它的最大值是10，所以这道题应该选 B 啊。所以呢，到圆心的距离转化成到圆上的距离转化成到圆心加半径，而这两个圆心恰好是我的焦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做一道求最值的题。已知点 A， 它的坐标是0到3倍根号7，双曲线，这是焦点在 x 轴的双曲线。a 方等于2 ，b 方等于7，西老大，西方等于 a 方加 b 方等于9，所以西是等于3的。我要画图，快速的做出草图。这是焦点在 x 轴的双曲线。左焦点是 F， 它是-3到0。右焦点呢，因为焦点是成对的嘛，它即使没说右焦点，我们也要把右焦点标出来啊。因为我们在讲椭圆的时候，记不记得我给大家说过，椭圆上的点要么就别和我焦点连线，要和我焦点连线就连2个，为的是回归定义啊。双曲线也一样，双曲线上的点要么就别和焦点连线，连就连2个，连2个的目的是为了回归定义，因为它到两个定点的距离的差是常数 2a 嘛。好，这是左焦点是 F， 那右焦点就是 F'。点 P 在双曲线的右支上，那我就随便的找一点啊，随便的找一点，比如说就找在这儿吧，不要找的太特殊啊。你垂直了什么的不要找的太特殊。点 A 是 x 轴上的点，3倍根号7，它挺高，大概就在这个位置，0到3倍根号7。三角形 APF，AP 是这个吧 ？APF 这样的三角形，三角形 APF。它的周长取得最小值的时候，它的周长，我们先不说最大还是最小，我们先看它的周长等于什么。三角形 APF 的周长自然就是3条边 AF 加上 AP 再加上 PF。点 A 的坐标已知，点 F 的坐标已知，它是个定值。我们就不用管了，所以我要求周长的最小值，显然就是让它们俩的和是最小的。AP 加上 PAP 加 PF 是最小的。提到最小值呢，它是什么形的不等式呢？它应该是大于等于形的不等式。最小值都比那个数大，等于那个数的时候，就是它的最小值。
那现在正好是和的样子啊 ，AP 加 PF， 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，等于呢，因为我要求最值必须是等号存在。可是我这个点 P 呀，它没有办法落在左分之上 ，AP 加 PF， 啊，共线的时候，它恰好等于 AF， 它只能在右分之 PA 加 PF， 它只能比 AF 大，不能等于，所以等号取不到。等号取不到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就得转化。所以刚才老师说的话就用上了吧？点 P， 你是双曲线上的点，要么你就别和交点连，连就连两个。既然你在双曲线上，所以 PF 到其中一个定点的距离减去它到另一个定点的距离，到两个定点的距离的差是等于 2a 的 a 方是 2，a 是根号2，2a 是2倍的根号2，所以呢 PF 就等于2倍根号2加上 PF'。那么这个式子啊，我就把它变化一下，变成什么呢 ？AF 是个定值，落下来不动，加上 AP 我也落下来不动。PF 呢，我们就换成了 PF' 加2倍根号2，所以周长要想取得最小值，它是定值，它也是定值，我只好让它取最小值。那么 AP 加 PF'， 三角形两边之和，它应该是大于第三边的。它是大于 AF 落下来，加上2倍根号2落下来，它们俩的和是大于 AF' 的。能不能取到等号呢？我们观察一下这个图，可以，点 P 就在这儿 ，AF 啊 AP。这是 AF' AP 加上 PF'， 能不能等于 AF' 呢？可以，点 P 在这个位置 ，AP 加 PF' 恰好等于 AF'， 所以等号有存在的条件。F' 的坐标是360，点 A 的坐标我知道，所以 AF' 的长，我们很顺利的就求出来。0减3括号的平方，那就是3的平方是9，3倍根号7的平方，33得9，7 9 63，63加9呢，这是72，72呢，36乘以2，6倍根号2，所以它就等于 AF' 和 AF 此时此刻一边大。所以它是2倍的 AF'，AF' 是6倍根号2，再乘以6倍根号2，再加上2倍的根号2，2 6 12，所以是14倍的根号2。题中呢，并没有让我求周长的最值等于几，它只是说你的周长取得最值的时候，你要求出 AP。加 PF，AP 加 PF， 那么周长取得最值的时候，点 P 就在这儿，点 P 就在这儿。这个时候我要求出 AP 加上 PF， 那我应该怎么求呢？此时此刻我要求 AP。加上 PF，AP 是不是可以写成 AF' 减 PF' 啊 ？AF' 减去 PF'， 然后再把加 PF 落下来。所以我重新整理一下，把 PF 写在最前边，它减去 PF'， 再把加上 AF'， 它是个定值，我们刚才求完了，
它是6倍根号2。P 在双曲线上，它到两个定点的距离的差恰好等于2a 啊，2a，a 方等于2a等于根号2，2a 是2倍根号2，再把加上6倍根号2落下来，所以最终的结果应该是8倍的根号2。那么这道题应该选C。好了，这是有关求最值。我呢，先给大家讲这3道题，下节课呢，我要继续给大家讲。下节课的有关求最值的题，就比这3道题要难好多了。休息一小会儿，然后我们马上回来讲。